我是皇宫知道最多秘密的公主。我阿姐跟太监苟合，我阿兄偷大兄软软糯糯的老婆。只有我被他们交代要做个天真老实的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宝俊宫变成冷宫那年，阿姐17，阿兄13，我最小，只有8岁。母妃生前是父皇最宠爱的妃子，我这个最小的公主便被养得跋扈愚蠢了些。明明宫里的宫女姐姐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，宫门被太监守着，连一步都不让我们出。我还当自己是那个受宠的公主，要穿最好的衣服，要吃御膳房最甜的桂花蜂蜜酥酪。陶姑姑是母妃的陪嫁丫鬟，也是宝俊宫唯一剩下的宫女。她抱着我说：“六公主，我们忍忍吧，过几天你父皇就会想起你们的。”可父皇没有想起我们，我们的吃食越来越差，差到我咽不下去，差到我开始发脾气。呜呜呜，母妃不见了，连你们也虐待我，我1个月没吃过酥酪了，我要吃我的桂花酥酪。陶姑姑从小带我长大，让我哭得心都疼了。从前最体面的管事姑姑，竟去御膳房偷东西，抬回来的时候满身都是伤，是从前最爱巴结她的太监打的。我们请不来太医，也没有药。阿姐冲我吼道：“你怎么就这么馋？姑姑要是死了，你让我怎么跟母妃交代？”这是阿姐第一次吼我，我却抿着唇不敢哭，我不要姑姑死。阿兄垂着头沮丧：“阿姐，别骂了，都是我这个做哥哥的没用，才让小妹连饭都吃不饱。”阿姐抹了泪，那是她最后一次哭。她换上母妃给她做的最后一套衣服，画上红红的口枝，敲响宝俊宫的大门，对着守门的太监说：“去告诉你们掌印，我要见他。”那些不让我们出门的太监，光是听见掌印2个字，就吓得面皮抖了2抖，一句废话都没有。有个腿长的就跑着去通报了。许从是亲自来接我阿姐的，他是个很好看的太监，昂藏7尺，颜如冠玉。他入宫3年，起初是所有宫女梦里都想对10一口的对象，可后来一把藏腰软剑，一张冷血铁口，叫前朝后宫所有人都害怕地称他一声活阎王。就算我是父皇最宠爱的小女儿，母妃都让我看见他就离得远远的。他只被1个人打过，就是我阿姐。据说是踩脏了阿姐的鞋，那鞋是谢小将军临去边关前送的。阿姐说他故意，昂着头甩了他一巴掌。我很害怕他欺负阿姐，可他只是伸出手，笑着说：“萧宝珠，我说过，总有一天你会主动来找我。”阿姐的脸很冷，可是再冷，她还是牵住了那只手。她出门了，没有人再敢拦她。再回来，口汁没了，可陶姑姑的药有了。不仅如此，我的酥酪也有了，香香的，甜甜的，馋得我一口就吞了小半碗。阿姐摸着我的头，低声说：“对不起，白日里不该凶你。我们宝琼就该做最单纯的孩子，放心吧，阿姐以后不会让你挨饿了。”她说话算话，每天都出去，每天都有跟从前一样精美的吃食。门口的小太监不再为难我，有时候等急了，我就晃到门口蹲着等。那天好晚了，他还没回来，就连阿兄都跟我蹲在一起。我们蹲在角落里，看着那个活阎王追在阿姐身后，冷冷地说：“他要上公主了，你就算跑断这双腿，明日宣旨过后，他也是你姐夫了。”阿姐转过脸，狠狠甩了他一巴掌，可他好像被甩饿了，像狼一样盯着阿姐，然后抱着阿姐的嘴就啃。阿兄太坏了，他捂住我的眼睛不让我看，自己却看得仔仔细细。我生气地踢了他一脚：“许你看就不许我看，凭什么？”他把牙咬得咯吱作响。我当然要看，不记住今日的耻辱，将来怎知要把谁扒皮挫骨。我阿兄这人从来都是个笑模样，惯会体谅他人。他宫里的宫女太监，就连破个油皮都会被他打发回去休息。可从那天起，他不一样了，他的眼神再也不温柔。阿兄太反常，我就算再笨，也知道那个太监对阿姐做的不是好事。可阿兄不让我问，他说那是阿姐的自尊，不问就不问，那我就天天蹲在宫门等，他要还敢啃阿姐，我就上去踹死他，我的腿可有劲了。但许从再也没有啃过阿姐，反倒是阿姐又甩了他好多巴掌。第一回，他拎着食盒就说了一句话：“吃，你不吃，宝俊宫里便1个都没得吃。”阿姐恨恨看他，抬手就是一个巴掌，姓许的，
不准拿我家人威胁我。可他到底还是把饭食都塞进了嘴里。他那些时日很瘦来着。第二回，他把一朵绒花戴在阿姐头上。谢家就是大气，谢将军大婚，宫里就算是宫女都能得一朵红梅头花。据说那是你最喜欢的花，用在他跟别人的婚礼上，你可喜欢？阿姐又要打，这一次他却捏住了阿姐的手。打我可以，不能喂他。萧宝珠，你看男人的眼光真差。阿姐的手动不了，可他张嘴就嗤笑道，起码他是个男人。许从又啃了我阿姐，我却没冲上去，因为我阿姐自己动口，把他咬得满嘴都是血，看着可比我踹两脚疼多了。他送阿姐回来那么多趟，只有这一次没有目送着阿姐回家。阿姐又出不去了，但宫里的吃穿用度却没有少。陶姑姑以为我睡着了，叹息着劝她，公主，既然他守诺没有断了用度，宫门关就关了吧，您别再委屈自己了。阿姐却画着眉笑道，姑姑，您知道男女之间的乐趣在哪儿吗？若让男人一直得手，那离他丢开手也就不远了。她笑得诡异，吓得我赶紧闭上偷看的眼，可她剩下的话还是钻进了我耳里。母妃死了，我的弟弟妹妹像狗一样被关在这里，我把自己卖给恶鬼，岂是为了这两口吃食？阿姐说她把自己给卖了，这是不行的，我不要失去阿姐。趁她不注意，我悄悄滚进她的衣柜里，我要一刻不离地看着她。我掐着自己的腿，一下眼睛都不敢闭。月亮越升越高，真的有一个人贩子溜进了房间里。推开柜门的一角，我想要出去大喊，可我看见我的阿姐赤着足抵在那人的腹上，一步一踩，一直踩上胸口，边踩边高傲地问，太监也学人夜袭香闺，就算袭了，你又能做什么？月光打在人贩子的脸上，是那个能吓哭小儿的许从。他握住阿姐白嫩的脚，像握住稀世珍宝，笑得得意道，奴才别无所长，就这双手生得漂亮，公主殿下可要试试？一双手有什么好试的？我不理解，我伸着头张望。他把我阿姐的裤脚一寸一寸卷起来，用他的唇一点一点印上去，不过瘾，还用洁白的牙齿咬两口，疼得阿姐呼吸都重了。他爷爷的，这个死妖怪，他要吃我阿姐的肉。我迈着步子，头一次恨自己腿短跑得不够快，上去就要踹他一脚，可他的手真长，抵住我的头，怎么也踢不到。阿姐惊住了，满脸红的都要滴出血，看着我，气得像个要蒸熟的包子。许从也哈哈大笑起来，萧宝珠，原来你也会脸红，那看来是我还不够努力了。一场阿姐保卫战，结果阿姐恼了，妖怪反倒笑得很开怀。走之前，许从捏了捏我的脸，小丫头，记住了，以后就这么护着你阿姐。我翻了个白眼，那是我阿姐，用她这个妖怪讲。阿姐这次气生得很大，她让我不准把晚上的事告诉阿兄，以后更不准藏在他的屋子里。不告诉就不告诉，反正阿兄最近也很忙。那晚过后，许从不知使了什么办法，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老头静悄悄地来，再静悄悄地走。后来我知道了，那是只教皇子的帝师。我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阿姐教我教的要崩溃了，3天里有2天要拎着我的耳朵喊，萧宝琼，你脖子上长的是猪头吗？报错了，一定是报错了。我们宝郡宫才没有这么笨的脑子。你问还有一天我是不是学得特别好？嘿嘿，那天阿姐要休息，她说她怕气死她自己，就这么叫唤了几次。许从听见了，他把我扔给老头，笑得好不要脸道，张老，一只羊是赶，2只羊也是放，小公主聪慧，说不定还能激励3皇子。你听听是人话吗？我一个只需要10些字的公主，他让我来听国策。可是这个妖怪不在乎，他只在乎阿姐开不开心。再大一些，我知道母妃和外祖一家都是被人害死的。姚贵妃觉得母妃要跟他争后位，阿兄也比他生的大兄聪明，他联合娘家诬陷外祖一家要谋反。他成功了，宝郡宫倒了，他生了贵妃，他的儿子成了太子。我不敢问阿姐和阿兄我们要怎么办，就偷偷去问许从。许从摸摸我的头，公主要一直这么天真，不管你从张老那里学到多少，都要一直这么天真。我听不太懂，可我打算照办，谁让他是许从，连母妃都夸过他聪明的许从。
13岁那年，阿兄18了，我想给他寻件礼物，就去求许从带我出宫。许从没拒绝，只交换道：你叫我生姐夫，我就带你出去。我抿着唇不开口，我阿姐没认的人，我才不认。他冷笑道：那行啊，你1个月只喝糙米粥，我也带你去。我撇撇嘴，喝就喝。阿姐是不准许从单独见我的，陶姑姑在旁边看着，听见我们的对话，只觉得好笑。1个月后，我带着一张恶瘦的小脸，穿着宫女的衣服，跟在一个小太监身后，悄悄走在了出宫的路上。走到御花园的时候，我看见了父皇，他老了一点。从前，他最爱把我放在他的脖子上，母妃怎么劝说有损天界威严，他都要把我顶高高。我的跋扈愚蠢，大半是他宠出来的。所以当那个侍卫拔出刀刺向他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就挡了过去。再醒来，已经过了好几天，在乾华殿的偏殿里，我躺在那张只有父皇才能躺的床上。太医说那把刀再偏一点，我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父皇看着我，红了眼角，我的宝琼这么大了，父皇都快不认识了。我把头一偏，躲开他要抚上来的手。父皇您不要宝琼了，连饭都不给宝琼吃饱，那宝琼也不要您了。父皇沉了脸，谁敢不给我的宝琼吃饭？刘全胜，还不查查是你手底下哪个太监搞的鬼？刘公公是父皇身边的老人，噙着笑就回道：公主这是在跟您撒娇呢，她真不要您，怎么还能给您挡刀？那么长的刀戳进去，哎呦，老奴看着都疼。提起挡刀，父皇的脸更柔和了，他摸了摸我的脸，这次我没避开。他心疼道：是瘦了，从前是个小胖子，现在瘦的小脸都蜡黄了。正说着，姚贵妃进来了，她从宫女手里接过一碗汤，殷勤道：谁说不是呢？公主瘦成这般模样，不如来我宫里，我保证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她还是像5年前那么漂亮，若我母妃在，肯定比她还漂亮。可我母妃不在了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伸手就打掉她喂过来的汤，像个13岁的孩子一样喊道：你这个坏人，是你害死我母妃的，我才不要喝你的汤。她喜得差点没把持住笑容，直接嚷嚷道：哎呀，小公主这是还记恨你母妃的事，可你还小不懂，是你母妃先做错了事，可怪不着陛下。她把陛下2个字咬得格外重，好像在提醒，最终是父皇杀了母妃。父皇冷了眼神看我：宝琼，你可是恨父皇？我眼里噙了泪。阿兄和阿姐说父皇糊涂，明明就是姚贵妃陷害我母妃，他们说了，总有一天会找到证据，叫您后悔。他的眼神又软了，你们当真只是想让朕后悔？我背过脸去，除非您杀了姚贵妃，否则我们不会原谅你的。姚贵妃白着脸走了，我喝了药，发出微微的鼾声。夜幕降临，我听见父皇问刘公公：宝琼说他们不恨朕，你说是真的吗？刘公公低声道：奴才瞧着六公主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直脾气，要真想骗您，就该对贵妃娘娘客客气气的。您问恨不恨，甭管心里怎么想，嘴上也会直接说不恨。可她冲您发怨气，这是只把您当父亲呢。父皇呵呵笑出来：是啊，只有小六才会心里想什么说什么，一点心思都藏不住。他果然还跟从前一样。明日我们去宝俊宫看看吧。刘公公是最懂父皇的人，他不是帮我说好话，只是在说父皇想听的话。陶姑姑说父皇心里还是念着我们的，许从说我就该一直天真。他们说的都没错。阿姐阿兄都比我聪明。父皇去过的第2日，宝俊宫就解了封，皇子公主的待遇又全回来了。他们跟我一样，对着父皇是埋怨，对着姚贵妃是露骨的恨意。后宫倾轧，父皇习惯了，只要不恨他，就还是他的好孩子。这其中演技最好的居然是张老，他把阿兄交上去故意写的浅薄的作业骂得狗血淋头，好像真的从未教过我们一样。阿兄当着众人就红了眼睛，愤愤道：我只是中间断了5年，您等着，假以时日，我必让您刮目相看。父皇听说了，亲自唤他去书房安慰他。阿兄的脸又高兴又别捏，最后丢下一句：您自小就夸我聪慧，我不会丢您跟母妃的脸。据说他走后，父皇在御书房坐了很久，不知道有没有想起宝俊宫父慈子孝的那些年。什么都好，
只除了阿姐不愿理我。回家那天，她只凉凉地看了我一眼，既然已经出息到能跟外人骗家里人了，以后也别叫我姐姐，去叫许从兄长吧。她知道了，我跟许从在陶姑姑面前只是做戏，我们只是需要一个不会被姐姐怀疑的出门和恶受的理由，拿命去救父皇，让父皇想起我们，这本来是他计划要做的事。但我跟许从都觉得，不论年纪还是性格，由我去做才是最能成功的。你看如今陶贵妃到处找我们的把柄，也只能找到那个带我出去的小太监受过我母妃的恩，所以才肯帮我。父皇叹息一声，还奖励了那个小太监。可我知道阿姐为什么生气，她是爱我，所以再成功，我也只能大气不敢喘地憋着，一有机会就哄上去。我们是血亲还如此，许从可就比我惨多了。阿姐又是高高在上的公主了，她不能再随意出入宝俊宫，想夜晚潜入，阿姐又养了狗，一有动静就汪汪汪地叫。我听见阿姐在喂狗的时候说，狗男人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好啊皇，你可千万别让跟你一样狗的脏东西跑进来。她是故意的，凭许从的能耐，宝俊宫的宫女太监里一定有他的人，这些话一定能传到他耳朵里。不仅如此，阿姐22岁了，她的婚事现在就摆在父皇的案头上，反正轮着谁也轮不到一个太监。我们3个，当年阿姐年纪太大，已经懂事，表现得跟父皇最不亲近，我就拼了命的在父皇跟前装乖弄巧，求他让阿姐自己选夫婿。父皇同意了，御花园里每天都有流水一样的世家子弟等着跟阿姐相看。他们相看的时候，许从就站在门口，亲眼看着阿姐跟他们言笑晏晏。是阿兄提议的，他跟父皇说，许长印见多识广，暗探又最了解京城子弟的习气，不如就交由他来办。我在旁边听着，都替许从觉得委屈，他对阿姐尽心尽力来着。阿兄严肃地警告我，小妹，阿姐那是为了我们，她值得世上最好的男人，而不是一个太监。你还小，根本不懂这对阿姐是怎样的侮辱。我想我虽然聪明，但的确不懂男女之情，阿兄是亲兄弟，他总不能害阿姐。可许从或许觉得这件事是我俩同流合污的，他又来寻我。六公主，我要进你阿姐的房间，就今晚。我摆摆手，阿姐不让，我不敢。他冷笑，我不行，难道那些见风使舵的酒囊饭袋就行了？他在说御花园里那些子弟，面上看着都是好的，可伺候的宫女悄悄告诉我，他们私底下在说的，不是阿姐有多好，而是父皇会因为愧疚，给阿姐和未来驸马多少东西。我好奇地问许从，你为什么喜欢我阿姐？他看着我蹙了蹙眉，到底开口道：8年前黄河决堤，我的家乡也被淹了，比公主在冷宫惨烈更甚，我们连树皮都没得吃。我运气好，靠2条腿走到了京城，可京城也没有我们这些难民的出路。那时候京郊有一处御兽园，最外头养着的竟然是些土狗，他们的饭盆就放在狗洞附近，我是最先发现的，就日日去偷食。可后来那些狗食的量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像人吃的，我就知道是有人想帮我。那些食物不仅养活了我，还养活了很多跟我一般大的孩子。那些土狗我知道，谢小将军从军营带回来的，他母亲不让养，他就托付给了阿姐。阿姐喜欢那些不挑食的狗，不像皇宫里的那么金贵，便时常去看他们。那些食物我也听阿兄讲过，那一段阿姐可穷了，明面上父皇是不准我们这些皇子公主出去施恩的，阿姐就说是给狗准备的粮食，掏光了宝俊宫好几个月的月例银子，却没想到为的是许从这么俊俏的狗。我不可思议地追问，所以你就看上我阿姐了？为了见她，甚至进宫做太监。可太监娶不了老婆啊。他苦笑了下，进宫那是另外的际遇，不管你信与不信，起初我没做过这种美梦，只想远远看着她，哪怕不小心踩了她的鞋，被打1巴掌也好。可后来谢家那小子竟如此不堪，大难临头，连求娶她1次都不敢，只要他求了，我拼上性命也帮他。那时我就想通了，什么世家男儿无心无胆，跟他们比，我这一点残缺也不算什么。他的面色越说越肃杀，到最后是完全的决绝，像下定一生的承诺。既然交给谁都不放心，那萧宝珠这个人我就亲自来护。
许从说的太笃定，让我也信了他的真心。悄悄的，我用肉骨头牵走了大黄。牵走了，我还得守着门，生怕阿兄突然要来找阿姐。我看出来了，他不喜欢许从，很不喜欢。陶姑姑也坐在我旁边守着，我尴尬的搭话：姑姑，我不是胳膊肘往外拐，我就是舍不得你阿姐天天喂大黄，自己却不吃饭而已。陶姑姑接过话头，叹了一口气：哎，都是冤孽，日后下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母妃交代。她叹着气，可她没有喊人，我便知道她也信许从。可房间里那两个人闹得好凶，阿姐啪啪啪的，也不知道在打他哪里，边打边质问他：你知道宝琼才几岁吗？你拿我那么小的妹妹去冒险，居然还有脸来找我？许从起初不说话，后来冷声道：我安排的人，我自然能保他不丢命。那把刀砍在他身上会痛，砍在你身上就不会了。萧宝珠，你怎么就不知道爱惜一下你自己？阿姐心疼我，许从心疼她，人总是心疼自己爱的那一个。虽然最开始许从既没打算砍阿姐，也没打算砍我，是我死缠烂打说服了他。男女吵架总是以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结束，陶姑姑捂着我的耳朵就把我赶跑了。我还是怕阿兄突然去找阿姐，想去书房拖住他，可去了却发现他不在。看看天色，低头数了数，他最近几天都晚回家。我知道他跟张老谋划好了，要做出一副头悬梁锥刺股的好学模样，然后写出一篇文章惊艳四座，在朝臣那里留下姓名。可因着许从，他这半个月都要早早在家里守着，怕许从来纠缠，有什么事情会让阿兄连许从都不管了。我开始缠着阿兄，他吃饭我跟着，他如厕我跟着，他去上学我在学馆外跟着。他狐疑地看我：萧宝琼，你要做什么妖？我眨巴着眼睛，自从死过一次，我就不能离开你跟阿姐，我怕阿姐要去相看，我只能跟着你。死过一次，现在是我的利器，跟谁说谁红眼睛。阿兄哽咽了声音：好，我的妹妹，想跟谁就跟谁。跟到最后，他没办法，只能半夜换了小太监的衣服出去。嘿嘿，我就黑灯瞎火的守在宫门口，正好被我逮到了。许从教过我们易容术，不至于神奇到能扮别人，但让人认不出自己还是很容易的。他一路走过去，都没人发现他不对，当然我这个小宫女也没人发现。我收敛脚步的功夫练得比他好一点，一直跟到了杂院，那是冷宫，轻易不会有人来。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白白糯糯，就比兔子少了2个耳朵的女子，软软的对阿兄开口说：小从子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也不来了，还好我多等了一会儿。他的声音囔囔的，听着就是刚哭过。阿兄伸手抹掉他脸上的泪珠，掐了掐他肉嘟嘟的小脸。傻不傻？你蹲在这里哭，除了我没人能看见，去你相公跟前哭啊，让他心疼。他苦了脸，他才不会心疼我，他只会心疼书房里那个小妖精。小从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过2年再没有孩子，他肯定休了我。要不你说我去找个姘头借腹生子怎么样？我的脑子抽了一下，感觉要长东西了。皇宫里他穿着宫女衣服说自己有相公，还要找情夫生孩子，这是哪里来的天才？阿兄的脸也明显扭曲了一下。赵曼芝，你说你要找什么？突然的大声吓了对面一跳，可被吓完以后，他又小声蛐蛐道：吼什么吼吗？你要不是个太监，我找你也行啊。我确定了，他真的是个天才。这5年，我没见阿兄的表情再这么像人过，哪怕对着我和阿姐。他也在给自己催眠，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儿，他得担起我跟阿姐的将来。可确认了这一点的同时，我认出了那张脸。他虽然很少在宫里出现，但我受伤的时候，为了装贤惠，姚贵妃带他来看过我。他是我那太子大兄明媒正娶，却身娇体弱，一直在深闺养病的太子妃。我蹲在黑暗里，等他们又悉悉嗦嗦地聊了很久。太子妃负责讲，我阿兄负责抱一抱，捏一捏，把他当个舒服的瓷娃娃。可讲完了，太子妃满脸都是开心，阿兄眼睛里也有笑意。他们挥手互相说明天见，倒像是我这个年纪的天真。可惜阿兄眼里的笑意，看见我的那一刻就全跑光了。他蹙眉，别告诉阿姐。我点点头，好。
可是我要知道全部。很离奇的故事，离奇到故事里没一个正常人。曼芝是这位太子妃从前的名字，她从小就被弄丢了，运气不太差，被一个乡下小财主捡回去养了。养爹养娘待她好，但再好也不会想到教她京中的人情世故，更何况他们也不懂。就这么简单欢喜地长到14岁，京里来人说她是大学士家的女儿。她为了养父母，改名赵显荣，懵懵懂懂地进京。在亲爹亲妈身边刚过了半年，姚贵妃吹枕头风，让父皇下旨把她指给了太子。可太子身边有个青梅竹马的宫女，就爱拈酸吃醋，太子可能脑子没长好，也纵着她，欺负赵曼芝成亲的时候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每次同房都瞎糊弄。太子妃憨憨的，直到今年才懂，她跟太子根本没缘过房。我一下来了兴趣，所以圆房到底是什么？阿兄伸手就是一个脑崩，有本事你去问阿姐。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那这个本事真是不长也罢。我不死心道，你说实话，赵姑娘会知道，是不是你捣的鬼？她抿抿唇，第一次见面，我说我是进士房的太监，给她看了点册子，她也信了。她为了跟我诉苦，假称自己是侍卫的妻子，进宫做宫女。你觉得凭这种脑子能怀疑我？是了，进宫没多久，太子就宣称他病了，把他拘在宫里，没人教，可不就是天真，就像从前的我。可天真不是错，不该被欺负。我问阿兄，你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？他低头，曼芝是被他长兄弄丢的，他长兄是赵家下一任家主，对他愧疚异常。门生遍天下的赵家，要是知道他家的姑娘被这么对待，跟太子的结盟还牢靠吗？大约是不牢靠吧，反正有人这么欺负我，阿兄阿姐一定撕了他。可我不开心地看着他，哥，欺骗女子是小人，阿姐不会准的。阿兄一扭头，那你就跟阿姐去告状，让她打死我。骗都骗了，半途而废，只会让赵家同时恨上太子和我们。我不是圣人，我是小女子，比起旁的无辜人，我更要阿兄阿姐安全，所以我闭上了嘴。可我总觉得阿兄总有一天会后悔，他骗了那个能让他笑的人。阿兄很快就成功了，赵家悄悄占了我们。他在学馆里老实读书，奋发图强，文章一篇比一篇精彩绝艳。张老以老师之姿向他道歉，称从前小瞧了他。文人雅士最爱这样师生相宜的桥段，有赵家在推波助澜，阿兄的名声长得格外快。不仅如此，父皇那里有我抵消姚贵妃的枕边风，暗地里许从更是从不失手。所有人都以为他还是父皇手里的刀，朝堂、内宫甚至民间，他全能兼顾到。时光如流水，就这么过了2年，我阿兄已经能跟太子势均力敌。只有一件事比不上太子，那就是军权。谢家怕从前的懦弱会被我们报复，本来中立的他们渐渐占了太子。确认消息的那天，阿姐笑得好不畅快，她跟阿兄说，一定是母妃保佑，才把太子生得这么蠢。姚贵妃只想把能抓的筹码都抓在手里，她似乎忘了我母妃因何而死。不过因为从前外祖带兵带得好，阿兄又聪明，叫父皇寝食难安，捕风捉影。武力那是真的可以造反的。父皇比从前更老了，只会更害怕。贵妃既然要把手伸进谢家，我们一定不跟他抢。许从将谢家投靠东宫的证据呈给父皇的时候，我正在陪父皇吃饭，父皇震怒，先翻了一桌子的菜。圣旨下得很快，任命许从去边关做谢家的监军。许从不仅有他自己，还有那帮他用阿姐的狗食养活的兄弟。不过半年，他收服了一大半的谢家军。接下来就是换太子。姚贵妃经营这么多年，就算父皇也得周旋1、2。最后见他那次，父皇气得吐了血，满皇宫都知道。我是会拿命救父皇的六公主，是他最贴心的小棉袄。他病了，只信我跟刘公公，只吃我们端的食物，为表孝心，我当众说要给他是毒。送他走那天，我先自己尝了一口，分量少，唇边的血只有一点点。他看着我吐出来的血，惊恐地瞪大了双眼。我把药喂到他嘴边，笑着问他，父皇，您说母妃在寝殿等死的时候，他怕不怕呢？当是怕的吧，就连父皇这样的帝王，要送到嘴边的时候，都不停在咒骂，甚至到最后低声下气地求我。
小六，朕的小六，我是你父亲啊，我知道错了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给你外祖平反，我追封你母妃做皇。最后一句话我没让他说完，我娘亲才不稀罕做皇后，我们自会认她做太后，葬进我们宝郡宫的墓穴里。据说是富的人会下地狱，可杀母之仇不报，难道就不用下吗？姚贵妃千错万错，有一点没说错，当年最后下圣旨的人是父皇。对外我都中毒了，那碗毒药自然是刘公公在姚贵妃的指示下，在我中毒后硬给父皇灌下的。人都死了，连许从的东厂给出的也是这个结论，谁也不会较真。反正我阿兄要登基了，我跟阿姐将是大昭最尊贵的公主。可我最爱的两个人开始打架，为了一个太监。阿兄把许从抓回来了，五花大绑，下的是死牢。阿姐狠狠打了他一个巴掌，有生第一次，他打我们。他是阿姐，打便打了，阿兄也不能怎么样。只是那个死牢，他下了令，不准阿姐靠近半分，做不到，就让狱卒们殉职。阿姐冷冷看他，果然是做了皇帝，都学会了草菅人命。可狱卒们拼死拦着，他到底闯不进去。阿兄委屈地对我说，那是阿姐拿自己跟许从做交易才护住我们的阿姐，他就该配世间最好的拿，恩爱一生，子孙满堂。他现在不过是被那个烟渣东西迷了眼。不仅阿姐怪他，他喜欢的女子最近也不理他。曼芝姐姐一直以为是自己把哥哥错认成了太监，才有了后来的故事。可就在他满心欢喜要跟阿兄表白的时候，才发现是阿兄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骗他。阿兄惨得满天下，大概只能来找我说说话。可我还是瞒着他去见了许从。昏暗的地牢里，他蓬头垢面，却依旧满身煞神的气场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回来？他闭目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陛下要抓我，我自然跑不掉。我气愤地哼了一声，你骗鬼呢？你可是许从，别说山高皇帝远的边关，就算是京城，我阿兄都未必擒得住你，你就是回来挑拨我们家关系的。他睁开眼，目光炯炯地看我，所以公主，我挑拨成功了吗？那双眼里有兴奋，有期待，还有一丝丝的忐忑。他果然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想回来测一测，在阿姐心里，他有没有我们重要。我忍不住踢了他一脚，你就没想过，万一我阿姐不救你呢？他像个偏执的疯子一样笑道，那我就去他跟前死一死，做钉子扎在他心上，叫他记一辈子。笑够了，他才看向我，多谢公主今日来告诉我答案，我想他是选了我，不然我一个外人，不知道你来地牢。我把一把钥匙甩在他身上，许从，你要对我阿姐好，不然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杀了你。我阿姐这辈子太累，跟阿兄的这一仗，我帮他打了。许从捡起钥匙，像小时候那样摸了摸我的头，叫我一声姐夫吧，我们的婚礼，你怕是赶不来了。想到阿姐要被这个妖怪叼走了，我瞬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可还是真心开口道，姐夫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阿姐留下一封信走了，信的开头很凶，骂阿兄没良心，信的结尾只有一句话，我带许从去守边关了，反正我们这辈子不会有孩子，没人会谋你的反，你就安心在皇位上坐着吧。我拿着家风姐姐做将军的圣旨，守在御书房，厚脸皮地递给阿兄，赶紧盖了吧，阿姐还在边关等着呢。他一把把圣旨扔得老远，他不要我们了，他竟然为了一个太监不要我们。我叹了口气，哥，你很恨许从吧？是不是看见他就会想起当初我们为了活下来有多屈辱？他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你不恨吗？不管现在如何，当初阿姐都不是甘愿的。我把圣旨捡回来，塞回他手里。是你搞反了，当初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阿姐现在要他，只要阿姐要，我们就应该给。就像你跟曼芝姐姐，一开始你不爱她，现在也不爱吗？他沉默了，看着那道圣旨，颓然地在上面盖了章，然后气呼呼地扔给我。我就知道这皇位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坐上了，你们就都排挤我。阿姐是，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也是，竟敢背着我放人，再有下次，你看我不打你。会发脾气就是过去了，想通了，雨过天晴了。我伸出舌头半天真道，略略略，你才不敢打我，打急了我就去找阿姐，我们一个都不要你。调皮完，我飞快地跑出去，顺道还带走了窗户边听墙角的一枚小傻子。
曼芝姐姐皱着脸问我，宫女传话说你在御书房等我，等我到了又把我安排在窗户底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还能干嘛？当然是帮我那个不省心的兄长追老婆。我循循善诱道，我阿兄刚刚承认他爱你，你看见了吗？他脸红了，可还是梗着脖子道，他爱我，我就一定要接受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你当然可以不接受。曼芝姐姐，我们皇家的人看着富有天下，可实际上都很穷。我阿兄这辈子穷的只剩我跟阿姐了，现在好不容易多了一个你，所以我想帮他说几句话。你们的初遇不好，他坏，他骗你，因为他要努力让我跟阿姐活下去。可他如今爱你也是真的，他是我们宝郡宫的人，我们宝郡宫的人都执着，爱上了，别说你是前太子留下的，就算你是父皇留下的，他这辈子也只会要你一个。现在我给你选，如果你真得气他气到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，那我就把你偷出去，让你自在的生活。他诧异地抬头，你真的敢？我笑了笑，我说过了，我阿兄很穷的，他舍不得拿我怎么办？我笃定了我的答案，他却低下了头，出去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了吗？我点点头，当然见不到，到时候你会嫁给别人生孩子。我阿兄是皇帝，你不给他生，他自然得找别人生，不然朝廷会乱套的。我刚说完，他就气得跳起来，找别人生孩子？他居然敢找别人生孩子！萧承齐，你给我出来说清楚，你要找谁生孩子？看着他气呼呼去找皇兄的背影，我想我一辈子都理解不了我这个皇嫂的思路。可是不重要，是我阿兄的老婆，他理解就好。据说那天乾华殿的蜡烛亮到很晚，第二日御书房里就传出一道选秀的圣旨，选的是偏远乡下小财主家一个叫赵曼芝的姑娘。阿兄日子过好了，就来折腾我，他给我派了一个荒唐的任务，让我遍访天下名医，看有没有人能让太监的子孙根起死回生。我怀疑他的脑子被皇嫂传染了，可我不敢说。我不说，他也能从我的面色看懂，支支吾吾地解释着。我这叫未雨绸缪，咱们三个，阿姐最聪明，她现在手上也有病。万一我的后代不争气，那阿姐的子孙反了，好歹还是我们宝郡宫的人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越说越荒唐，可总归就一个心思，他想阿姐了，他想让阿姐知道他的心，也许阿姐还愿意回来。我却知道不会了，京城的口舌太多，不适合他跟许从。更何况我阿姐是外祖教过兵法的奇女子，才不该困在这小小的京城里。至于我嘛，就只能辛苦一点，做他们的和平哥，半年陪阿兄，半年陪阿姐，当个自由的小废物啦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